全球经济中心转移到亚洲。王毅撂下重话：中国不会惯着美国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俄乌战事爆发的背景下，美国正在把战略打压中国的重点放在东盟。然而，美国与东盟3月份计划中的峰会一度由于双方的矛盾而无限期的推迟，直到最近才确认5月份在华盛顿举行。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声明中称，这次特别峰会将展示美国对东盟的持久承诺，即美国政府要成为东南亚强大可靠的合作伙伴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一组最新数据，今年第1季度，东盟再次反超欧盟，成为中国第1大贸易伙伴。数字显示 ，RCEP 协议的生效让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更加紧密。过去全球经济重心在西方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的增大，成为了世界15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。而美国和欧盟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那么，东盟与中国互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，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，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巨大新联盟的轴心是中国。而且从更大范围上看，是东方。在这种局面下，美国再想用安全战略去推动印太战略，恐怕就不太可能了。你可以理解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，到了美国用安全战略无法撼动的地步了。拜登现在的国际战略就是2步棋：一是拉拢欧洲抱团取暖来对付俄罗斯，二是拉拢东盟在对抗中国的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。此次峰会很有可能会聚焦于中国崛起等议题。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事，美国可以说是收获满满，俄罗斯正在被严重消耗，欧洲也被紧紧地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。美国此时想起了东盟，其真实目标就是要在亚洲寻找下一个乌克兰，然后塑造一个可怕的中国，来发起一场新的对立或者对抗。这就是美国人玩所谓离岸制衡的惯用套路。中国对于东盟而言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加强大的国家，而且多个国家与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有矛盾。美国推动菲律宾搞非法的南海总裁案，就是要引发更多的东盟国家与中国发生对抗。而南海行为准则也正是美国的眼中钉，想推进可不容易。美国必须在中国周边寻找下一个乌克兰，可能盯上了菲律宾或者是越南，但是仍然看不到有哪个傻瓜会上当。4月14日，中国外长王毅在同越南外长裴庆山通电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：不能让乌克兰的悲剧在身边重演。越南随后赶紧再次发布声明，强调外交上的3不原则，核心思想就是不会引入域外力量挑衅中国。美国显然想在亚洲挑起又一场冲突，并且企图借机来消耗中国，维持美国的霸权体系。但是美国人忘了，中国可不是俄罗斯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流是一带一路，一起发财，一起进步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现在亚洲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，而不是美国所搞的所谓战略平衡与安全对抗，更不允许玩什么军事集团的对抗。美国还有可能会推动北约向亚洲发展，或者是进一步加强印太战略，但是中国绝对不会再惯着美国了。中国与东盟互为第1大贸易伙伴，而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，就是对美国最沉重的打击。还想玩军事对抗那一招，恐怕会最终碰得一鼻子灰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